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今天的一条重大新闻就是伊朗有可能对以色列宣战。那这条消息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那么他引述美国情报官员的说法，说他们已经掌握到了一个重大的情报，就是伊朗正在筹备对以色列本土发动军事袭击，无异于直接向以色列宣战了。那我们看看这个新闻上怎么说的。根据美国情报显示，伊朗将会在可能24到48小时内进行对以色列的袭击。那么目前以色列也在做全方面的准备迎战。那么但是他也强调了，就是在这个伊朗的德黑兰当局呢还没有正式的做出决定，只是伊朗的革命卫队给了最高领袖哈梅内因就是具体的打击方案。那其中一个选项就是用中程导弹直接击打以色列的本土，但目前最高领袖还没有决定使用哪种方案。那如果是打击以色列在海外的一些利益那么这是更对等的，因为以色列当时袭击的也不是伊朗的本土，而是驻叙利亚大使馆，因为他们认为以色列是在资助这些恐怖分子。那么我觉得这对伊朗来讲更是一种可能，而并不是直接袭击以色列本土。目前美国、俄罗斯、印度等等各个国家都向本国民众发出了警告，说不要前往伊朗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甚至不要去所有的中东国家，因为都有非常高的安全风险。我们看印度外交部考虑到目前中东地区的局势，希望公民不要前往伊朗和以色列。法国外交部也说，法国公民不要前往伊朗、黎巴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美国司令部司令也紧急地访问了以色列，和以色列国防部长进行商讨，筹划如何应对未来伊朗可能的袭击。由于这条爆炸性消息的影响，现在国际金价再次的飙升，达到了历史新高。当然，金价上涨的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家预期美联储将会降息，但是美国的情报部门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媒体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想要对伊朗进行个敲打，就是你们准备要干什么我都知道那我把这个事儿讲出来，提醒你，你要小心我们现在已经在做好准备了，你要敢打的话后果自负。所以说美国把这个信息放出来，就是为了避免伊朗最终做出这个决定。我想最终可能也会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可能就不会走这一步，但我觉得也可能是去打击以色列在海外的一些机构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代理人对吧？那这是更可能的一种方案，因为他们目的是要报复，你如果报复过头了，就不好收拾了，因为以色列的军力远远超过伊朗。伊朗如果真的想全面袭击以色列的话，他不可能没有靠山，他不可能没有后备力量，对吧？那肯定是要跟他背后的俄罗斯或者中国这些国家去商讨。这些国家不想开辟第三条战线，对吧？他们已经现在乱成一锅粥了，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在打了，然后在这个以巴问题上，对吧？这个巴勒斯坦特别是哈马斯已经被打的就是仓皇逃窜了。就这种情况下，你再开辟第三战场，我觉得对中俄伊来说，这个邪恶轴心国来说不是个很好的消息，因为你这么做的话等于是全面挑起战争。那么本来北约一直收着呢没有说真正的全面的来支援乌克兰、支援以色列。那如果特别是现在以色列在美国的舆论其实也有很多的就质疑，对吧？一直在谴责以色列的加沙的一些行为。那这种情况下，你要发动战争的话，等于给了以色列全面打击哈马斯跟伊朗的借口，同时美国跟北约直接全部被拉进来。那对这个轴心国来讲，一个相对来说更脆弱的轴心国，不是一件好消息。你觉得俄罗斯希望北约直接进来帮助乌克兰直接打他们吗？不希望，对吧？撕破脸对谁都没有好处，特别是对相对弱势的一方。所以说他们只能打不对称战争，那不对称战争就不能是这种打法，对吧？而且说实话，以色列他真能伤到以色列一根汗毛吗？陆军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因为这两个国家不是邻国中间隔着两个国家。另外海军没有海，对吧？不需要海军。在最后只是双方的空军的对决，伊朗跟以色列空军对决怎么可能有胜算呢？伊朗的全部的军机加起来也只有不到100架，
而且都是比较老旧的飞机了。但是以色列都是最先进的3代以上的飞机啊，甚至还有 F-35这种完全跟其他的这个飞机不是一个世代的产物，总计先进战机多达400架。所以说伊朗能做的事情就是发动，就像这个媒体当中报道的，发动中程飞弹。可是你发动中程飞弹，注意，第一，你的飞弹数量有限；第二，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是全世界最好的，防空飞弹的这个密度是最高的，你很难打中一些核心的部门或者设备，而同时对方可能还会反击。你只要第一波飞弹飞过去，那你就几乎不要想着第二波飞弹飞出去了，你所有发射飞弹的这些 location 全部曝光，结果你会遭到回击，最后丧失在第二轮发动这种飞弹的能力了。那紧接着后面就是以色列对伊朗的飞弹袭击了，对吧？而你的防空力量是很薄弱的，所以你根本就防不住这些飞弹。所以对伊朗来讲，如果打空战的话是没有任何胜算的，海战陆战又没有意义，对吧？没有地方去实施。所以说这条消息让大家很紧张，全球陷入恐慌情绪。但是其实我看到网络上也有不少人就说怎么可能，但是呢你也不能说不相信，就是这个美国的情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的，至少比其他国家准得多。美国的情报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全世界没有任何情报你可以相信了，对吧？当年俄罗斯要发动俄乌战争的之前，美国情报就已经公开了，他当时公开也是为了震慑俄罗斯，但是没震慑住啊。俄罗斯还否认说美国情报怎么能信呢？紧接着他们真的这么做了，但是俄罗斯这么做，伊朗就不一定了。所以说我相信这个报道的真实性，相信伊朗确实有这样的筹备，但是具体怎么去做，是不是直接发动飞弹袭击，或者是大面积的发动飞弹袭击，那就很难说了。他如果只发动1个2个的话，你被拦截了，你没有任何意义，只能丢人现眼，对不对？当然不排除他会袭击以色列在其他国家的这些机构或者设备。现在有以色列的媒体报道说，如果以色列遭到了伊朗的攻击的话，那么以色列将会对伊朗进行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打击方式，就是电磁攻击。他们说这个电磁弹从来没有使用过，但是它一旦使用的话，它可以摧毁所有的电子系统，但是又不会波及人命。有专家就说了，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整个伊朗将会被打回石器时代。我当然不知道这个电磁攻击的实力到底是不是像他们这么吹的，但是我相信以色列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回击伊朗，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发射几十枚飞弹就能够灭掉整个以色列，这是天方夜谭了。但是你一旦灭不了别人的话，别人一旦反击你，你能不能承受得了？这就是疑问了。但是大家注意，伊朗并不是完全没有报复以色列，其实他在报复，他是通过黎巴嫩真主党的军队进行报复的。最近从黎巴嫩南部向以色列方向飞了大量的飞弹跟无人机，但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全部给防御住了。有人就说了，这么做其实是在消耗以色列的飞弹，这样的话好为下一轮的这个飞弹袭击做准备。总之呢，我第一不相信伊朗会全面的和以色列开战，因为第一不值得，第二对自己弊大于利。那第二呢，就是就算他袭击了以色列，那一定是比较谨慎的，有节制的。毕竟他背后的俄罗斯和中国不一定松口，不一定赞同他这么做。如果他没有别的盟国的支持的话，他单打独斗和以色列，或者是跟以色列背后的美国是毫无胜算的。但是你说他什么事情不做，也不太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利用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来对以色列进行袭击。如果他真的能够直接亲自出手的话，早就亲自出手了。为什么还要通过代理人的方式去进行报复呢？这等于隔靴搔痒嘛。这更表明了他们一直以来非常犹豫，不敢做出这样的决定。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再去报复，它的效果已经大打折扣了。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实力不济。所以我认为这条消息更多的是国际舆论战，或者说它是一种政治上的博弈，而并不是真正的军事上的冲突。媒体怎么知道的？是美国情报信息。那美国的情报怎么来的？是伊朗的高层的情报。那为什么伊朗的高层情报会跑到美国的高层情报这儿，然后美国的高层情报再告诉媒体，然后让全世界知道，对不对？你要想到这一点，那很有可能是伊朗故意释放出这类信号。当然他也可能真的是正在这么考虑，他要告诉全世界，我不是吃干饭的啊，我们遭到袭击，我不会说视而不管，
对吧？我肯定要进行报复，而且我们正在把所有的选项摆在桌前，我们正在研究选择哪个方式去进行报复，否则的话他没法对自己人交代。自己人的这个内部的压力很强，以色列都亲门踏户，他到这种程度了，轰炸我们大使馆了，我们一点行动不做吗？所以他必须要释放出这样的信号，我必须要报复。那一方面利用代理人战争的方式去骚扰以色列，另外一方面呢，就给全世界看，我们还有可能大的动作来了。然后美国获得了这个信息之后，他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要防止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他就必须把这个当做真的来对待，所以他要把这个事情曝光给媒体，让国际舆论对伊朗产生一个这个压力，同时呢，当然也让以色列知道伊朗有可能这么做做好全面的防御准备，这是美国的责任和义务而我这么做的话，他如果是真的的话，我把它曝光给媒体，没准还能阻止伊朗真的这么做。所以可以看到，它是一个3方面大家一起玩的游戏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看表面，要想到它背后的原理，就是今天的伊朗其实是懦弱不堪的，他只能通过这种战略游戏来缓解这个内部的压力。他毕竟知道自己技不如人，他最大的目的是捍卫自己的统治，在伊朗的统治。OK， 如果他跟以色列的冲突，他挑动跟以色列冲突，支持哈马斯，他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但是如果他这个挑得太大了，把桌子都掀了，那他肯定是玩完的。他非常清楚这一点，就像中国到今天为止都不能够实现所谓的台湾统一一样因为他知道他如果把这桌子掀开了，他可能自己就吃不了兜着走自己就垮台了，所以他只能打嘴炮他不能真正的去入侵吞并台湾。特别是在俄乌战场上，俄罗斯并没有能够真正的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伊朗跟中国也都看在眼里，所以他们也不想步这个普京的后尘，所以伊朗就只能打嘴炮。而这次的所谓的要去对以色列本土进行袭击，也是打嘴炮当中的其中一部分。那这个嘴炮打的应该算是比较漂亮，不像中国，他这个漂亮的程度就是他利用美国的情报机构来把这个信息给透露出来，好像他真的是要这么做似的。他不是自己说我要这么做，我要这么做他当然也在这么说，但是他用这种方式就真的让全世界陷入恐慌，伊朗真的有可能是报复以色列了，是吧？看来伊朗的高层还是非常强硬的。那对伊朗高层来讲，他实际上是平息了内部的压力。你想当年的苏莱曼尼这样的一个伊朗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仅次于哈梅内伊的第2号人物，居然就被美国给暗杀掉了。伊朗居然不敢对美国进行任何的实质的军事报复。你可以看到这个政府是多么的懦弱对外的懦弱，但是他要表现出对外的强硬，这样的话才能继续的压迫自己人民，去维持他现在的这种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而美军在川普当时执政的时候，对苏莱曼尼的斩首行动狠狠地打击了伊朗的嚣张气焰，也让他们这种只会欺负自己国民的这样的一个政府曝光在世人的面前。连苏莱曼尼这么重要的一个民族英雄被暗杀，他们都不能够做出真正的报复行为，那他们一个大使馆被袭击了，死那么几个人，几个无名之辈，那他们能有多大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对吧？总之呢，这件事情大家不要紧张不要慌张，也不要被这些网络上的这些媒体和情报部门所释放出的信息给欺骗了，或者给吓到了，没有太大必要。金价上涨有其他的原因，不是说现在世界局势很和平，当然有很多的冲突点，甚至也会爆发更多的战争，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对吧？确实是一个多事之秋。但是这一次的伊朗对以色列的所谓的本土的报复袭击，目前看来还不会构成全面战争。当然我们会持续的观察，如果有任何的进展，任何的变化，再跟大家节目里边详谈。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评论、转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